法国兴业银行指出，若这一数据是现实的真实反应，那我们已处于衰退之中。另外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，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政策来看，他可能当选美国总统是对欧洲的明显威胁。最后，我们观察到，在美国证交会一口气通过11个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后，由于压住以太坊现货 ETF 也将到来，以太坊日内接连突破2500、2600美元大关，这是否为投机市场带来另一个契机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，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，帮助你掌握趋势，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。如果你也对股市投资理财以及宏观经济市场感兴趣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。法国兴业银行在本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，投资者低估了经济放缓的风险，企业之间的贪婪通胀无法再支撑市场。该行指出了持续的贪婪通胀的证据，即经济中的通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企业保持高价格驱动的。尽管通胀的潜在驱动因素有所改善，但该银行表示，企业提价不太可能在2024年再次支撑市场，因为今年投资者对经济和市场的期望太高了。美国通胀已从2022年的高点大幅降温。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去年12月 CPI 同比上涨 3.4%， 远低于2022年6月创下的 9% 的峰值。尽管投资者已经对软着陆的前景感到乐观，但经济衰退仍对美国经济构成相当大的风险。一些专家指出，市场已经消化了美联储将大幅降息的预期，而在传统上，这是经济濒临严重放缓时才会发生的事情。纽约联储预计，美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前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为 63%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行业似乎已经陷入低迷。根据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指数，11月制造业活动连续第14个月收缩。不过，华尔街预计未来一年，企业盈利增长仍将超过 10%。一些策略师说，企业利润极有可能令人失望。分析师预计，企业利润疲弱可能引发今年美股从高点下跌 17%。这种完美放缓的想法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，即随着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，但明年企业盈利能力将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，降息和利润增长同时发生。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一点。在2023年美股表现超预期强劲后，一些市场预测者预测今年美股将较为疲弱。经济学家表示，美股的情况看起来与2022年惊人的相似，那一年股市暴跌了 20%。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差表现。公司提价可能有助于避免因经济放缓而导致的利润进一步下滑。拉加德周四在接受采访时的言论打破了央行行长的传统，即全力避免评论政治。然而，他的言论概括了欧洲领导人对特朗普可能在11月大选中获胜的前景日益加剧的焦虑。自2019年11月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的拉加德，此前一直批评特朗普，但他最近的言论是他现任职务中最直言不讳的。这位欧洲央行行长表示，特朗普明年重返白宫可能会让美国与欧洲在多个领域产生分歧，包括贸易保护主义、对北约的军事支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。拉加德说，如果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，看看他执政头4年的领导方式，这显然是一个威胁。看看贸易关税对北约的承诺，应对气候变化就足够了。仅在这3个领域，过去美国的利益就与欧洲的利益不一致。早在2016年，拉加德当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，特朗普还是总统候选人时，他就强调了关税的经济风险，这是特朗普的主要政策之一。3年后，在离开华盛顿前往法兰克福任职欧洲央行行长之前，他再次抨击了特朗普，称他的贸易战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。民调显示，11月的美国大选将是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之间的复赛。拜登在2020年的激烈竞争中击败了特朗普。尽管特朗普陷入法律困境并可能被刑事定罪，但这位共和党前总统在民调中一直领先于拜登。特朗普的第2个任期可能包括更严厉的边境措施。此外，特朗普可能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，以及提高进口关税。在他的第1个任期内，特朗普经常质疑美国在北约中的作用。当被问及若特朗普当选后是否会让欧洲独自支持乌克兰时，
拉加德表示这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在美国国会，有一些议员对俄乌冲突依旧感到担心，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支持。有传言称他已被要求加入重组后的法国政府担任外交部长。现年68岁的他说，最近通胀飙升的最艰难和最糟糕的部分已经结束，除非出现新的冲击，欧洲央行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降息，但他拒绝透露降息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生。他说，我无法给你一个具体降息的日期，但我可以说，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斗，如果通胀在2025年达到我们预计的2%，如果未来几个月我们将获得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，利率就会开始下降。他表示，欧洲央行正在赢得抗击通胀的战斗。欧元区通胀率已从2022年10月份创纪录的 10.6% 降至上个月的 2.9%， 但仍高于该行 2% 的目标。稳定币公司 Zinalab 研究主管指出，鉴于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的预期已经实现，交易者似乎正在转向以太坊以便抢占先机。SEC 将于5月份开始对以太坊现货 ETF 申请做出决定。贝莱德、景顺、方舟投资等公司都在等待批准的公司之列。链上数据公司 Nansen 分析师也指出，市场普遍认为以太坊作为第二大加密货币，最有可能是继比特币后下一个迎来现货 ETF 的加密货币。在比特币 ETF 获批后，分析师认为以太坊 ETF 在5月获批的概率超过70%。SEC 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加密货币，其对比特币现货 ETF 的批准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其立场。在决定批准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之后，根斯勒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比特币是投机性的，并表示它可能被用于非法目的。在美国，关于加密货币是被归类为证券还是商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。证券和商品受不同法律和不同机构的监管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此消息也让低迷许久的币圈一片振奋，尤其是在这段时间也申请推出比特币现货 ETF 产品的公司。看来今年虚拟货币的话题会持续发烧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。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？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，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